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请先让观众朋友帮我们的节目按赞，并且留言区如果希望跟我们互动，写下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也欢迎大家在上面写下热推2个字。那么如果看到热推键，帮我们按下热推。今天我们会来讨论的大主题是有关于这个巴拿马了，得罪中国大陆，现在代价来了。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230艘的船，他们急换国籍，不用巴拿马的国籍了。那么传奇的业务现在呢，在巴拿马雪崩程度高达了80%，失业率翻倍，农产品还被退哦。中国大陆的反制一共是3招来封喉。今天就这些议题会带观众朋友特别来做关心。先欢迎我们的在场来宾，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思敏好，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还有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有关于巴拿马的议题，今天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好，来看到第一个，中国大陆对巴拿马是连砍，刚刚我们说的嘛，这一次反制动作一共是有3刀，哪3刀呢？等一下会来看细节，包括了在传奇的这个制衡，还有在港口跟农产品的出口，可以说是刀刀见血。现在是打巴拿马的经济打到要害了吗？巴拿马是不是已经开始撑不下去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现在有超过230艘的船，其他国籍的船，他们逃离了，不拿了巴拿马的船籍，改拿其他国家的船籍。那么现在也因此，在巴拿马的部分，港口的吞吐量暴跌了60%，农产品的出口也受到阻碍。短短几个月就让巴拿马的经济剧烈损失惨重。大陆已经掌握了全球航运供应链的生杀大权了吗？第3件事情也会来关心。现在巴拿马呢说呢，原本是紧跟美国的，但是现在却突然间跟中国大陆好上了，是因为经济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吗？突然间他表态了，重申一中的政策，也表示会愿意顶住美国的压力，跟大陆继续来签署这一些相关的海运协议。巴拿马开始向现实低头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这一场在巴拿马运河的中美之间的争夺战，出现了逆天的大逆转。今天要来关心的是大陆对巴拿马出重手。刚刚讲的3刀，我们先来看到第1刀，是有关于传奇的第1刀。今年4月跟5月有超过230艘的船，他们放弃了巴拿马籍的传奇，转用其他国了。那么来自于这个协会特别做了一个报道，这一些传奇转向了哪一些国家？包括马绍尔群岛、还有赖比瑞亚以及巴哈马。其中有至少54艘船，他们直接转移到了马歇尔群岛，目前是受益最大的。来看到的是船籍，为什么这些船要转他们的船籍呢？主要原因其实就是怕了中国大陆，因为呢，大陆的已经开始增强他们在港口对巴拿马籍船舶的集中检查。那么一旦被检查的话，整条的商业链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包括了说他们停泊在这边的话，保险费会上调，营运日期还会延误，船的租约啊都得重新谈判，那么它的信任度也会下降，船东的信用也会因此受损。我们也来实际看到这个数字哦，光是一天一个万级的货轮停在港口停1天的话，损失往往就是达到了数万甚至是数十万美元。那么其实呢，传奇对于巴拿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占他们的财政收入大约20%，但是现在光是业务量就暴跌了80%，可以想见，对于巴拿马来说，这个压力是相当大的。中国的第1招是传奇，中国大陆的第2招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港口了。在港口的部分，我们赶快来看到是中原海运最新宣布无限期停止挂巴拿马的。停告巴拿马的这个港口，这个是巴尔博亚港，造成当地的吞吐量是暴跌了超过60%，当然会影响到周边的相关的贸易、加工、物流等等。现在企业订单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最后一招则是农业的部分。中国大陆一直都是巴拿马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双边的贸易额出口达到了120
$28亿，而巴拿马对中国出口它的农产品有相当比例也因此被退回或是因此受阻。当中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巴拿马有70%的出口是卖香蕉给大陆，也因此受到阻碍。现在全部可以说香蕉都烂掉了，完全卖不出去。可以说中国大陆这一波反制已经精准的掐住了巴拿马的经济要害吗？厉将军怎么看？我们先讲巴拿马这条运河，其实对美国川普来讲，他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川普自从当上总统以后，他对于这个南美洲，不只是南美洲了，包括我们都知道，他对北美洲的加拿大说是第51州，甚至想要夺取格陵兰岛。那对巴拿马运河当然是不可能放过去的，因为你要知道，巴拿马运河关系到美国这个太平洋跟大西洋两岸的航运，包括到这个轮船的货运以及军舰的都要经过巴拿马运河，所以他必须要牢牢掌控到巴拿马运河。所以之前他就传出，他要叫这个香港长和集团将这个营运权卖出来哈，但是没想到在今年1月的时候，这个巴拿马政府在美国川普的威胁之下，直接他们的法院就裁定中国在这个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是违宪的，就直接没收了，你知道？那这个当然对中国来讲当然不可以接受。那巴拿马政府现在将这2个港口分别是交给马士基还有这个地中海营运公司来营运，但是巴拿马那时候想得很天真了，他认为说我跟你中国隔那么远，对不对？这个几千公里远，这个你又能奈何得了我什么？但是没想到中国现在真的是有办法奈何他。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知道巴拿马很多这个货轮来讲都挂巴拿马的这种国旗哈，因为巴拿马来讲它的注册比较简单，它登记也比较简单，然后它收费也比较少，所以很多国家都挂巴拿马运河的这种旗帜这个来营运。那巴拿马也借此能够每年获得它收入要到20%那么多光靠这些挂旗子，它就可以收到占它国库收入的20%，对它来讲是很大一笔收入的。但是没想到中国第一招就是你所有挂巴拿马运河的这个旗子，只要到我中国港口来，我都好好给你查水表这个我这边。但是你要知道，中国是营运的大港，这个海上的运输港口绝对不是说是 A 地到 B 点这么简单而已，而是它必须 A 到 B，B 再到 C，C 再到 D 然后甚至于货物在这边要吞要吐这个集中以后再分散。所以现在中国变成世界航运很重要，所以很多的货轮都必须要到中国的港口来重新改装货运，包括我们熟知的从广州港到上海港上次这个郑丽文到上海特别去参观那个洋山港，就是这个道理。那这些全世界的船都要到中国港口来做吞吐，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这些船在这边被 delay 个1天2天被详细的严查，我这边要特别强调现在虽然开玩笑讲说是查水表，但是按照这个船舶规定来讲的话，这个港口确实是有这个权利到你船上来做各种的安全的检查，包括到消防安全我都要检查。那如果说是大家排这个码头进出的话，我时间给你 delay 一下，我跟你讲，那你这个轮船公司船东就受不了，因为我跑到这个港口，我可能下一趟要跑下一个港口，如果这边 delay 个2天，我就会 delay 了2天这个跑下一个港口就会 delay 2天，那整个一连串下来产生这个蝴蝶效应的话，那损失是非常惨重的。所以中国第一招就是你只要进入我中国港口停运的船只，我就好好给你做安全的检查造成你港口的这个船只来讲没办法这个正常的跑下一个港口来做营运。那当然这些轮船公司船东来讲的话，他就不敢挂巴拿马的国旗，改挂别的国家的国旗。那对巴拿马政府来讲，他立刻财政就少收了20%。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中国自己本身的货运量是很大，所以中国中远的船只包括还有中汽的船只停靠这2个港口的这种轮船也很多，我只要停靠你港口，我就要付给你运费嘛。那现在中汽的船只不靠这2个港口，那你是不是港口营运的收入就会减少？这是第2招。第3招的话，你要知道这个巴拿马每年到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有到128亿。我们如果说以中国来讲，128亿是不多但是对巴拿马这个国家来讲的话，
它等于是说，对它整个国库收入影响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如果中国在双边跟巴拿马双边贸易来讲，这方面受阻或退回的话，对巴拿马的财政损失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我们再整理一下，其实中国大陆的这3刀哦，直接就是冲击到的是巴拿马的经济状况。首先是这个传奇的收入哦，占它的国库收入的20%，现在已经暴减了，达到80%。第二件事情，大陆查水表，这个一天哦，船停在那边可能就会损失数万，甚至到数十万。最后是农业的出口，现在也受到严重的影响。同样的问题，聂老师又怎么看 ？OK， 同样的问题，我们这样讲一下。刚刚讲这3刀，第一个呢，传奇，那传奇代表什么？就是说你挂了这个传奇，表示这个船就是属于人那个国家国籍的，巴拿马国籍。第二个。港口，你港口之前呢花了多少的工程这个费用，把它挖的水量这么深？可是呢，如果我们不去停靠你的就没有办法有收取到费用，你的这个可以赚取的钱你就没有办法赚取，所以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获利就会下降。第三个呢，当然你跟中国虽然没有那么大的贸易量，虽然只有100多亿，但重点是你。国体也不是很大，贸易量总量也不是很多。当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农产品还是要有一定的销路。当中国来限缩你农产品的时候，你就受伤了。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这种种呢，都使得巴拿马它的财政或者说它的这个金融状况一定会出问题哈。这跟钱有关嘛？我们大家都知道，当那个船啊，不管你是挂了国籍，尤其这个中间很重要，巴拿马国籍一靠了中国船以后，他就给你来一个叫集中检查。集中检查你知道吗？当你被这个，比如碰到一个警察帮你调过去要检查的时候，你会紧张。这时候呢，我跟你讲哈，他要你怎么样，你就必须怎么样，所以你会怕。这时候集中检查，它一定会时间的单次，这个很重要。我就是说，钱你知道吗？当你在这个货运上，你有一些大的一些货物的时候，在我们财务学讲有3个 I， 有哪3个 I？ 第一个，这些东西都是要保险的。insurance 币会增加。第二个，所有东西只要时间一拖，就 interest 币就是利息也会增加。第三个 inventory 你就放在船上多放一天，不管这个船是不是能够其他去载运，它就是一个成本。3个 I 啊，成本这个或这个仓储成本，或者我们讲利息成本，或者保险成本都增加。我跟你讲，你无形中就很严重，然后你还会影响到你船期一被 stuck 住以后，你会整个效应产生你的所谓的商业链。这个船跟船有关的整个上下的商业一定会受到影响。我想这时候你这些国家挂，你还敢挂巴拿马籍的船吗？当然就换一个国籍就简单通关，有没有？你自己想，有时候人家说快速通关就这个道理啊，你不让它快速通关就是一个危机，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非常重要，这也象征着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我们讲说，我们讲实力比人强啊。当不管是人或一个国家国体，你只要有了筹码，有了实力，你提升了自己的价值，你什么都不怕。我觉得我们的中国大陆对岸哦，你现在对全世界所做的东西，他都不会怕哦。你自己想想看，这件事情巴拿马是谁出招的？川普上来就看准了巴拿马，他知道之前是香港的长江和记啊，好，大家知道李嘉诚他们的这个公司，而且他把这整个巴拿马的这个头哦，运河头、运河尾全部卡住。全部呢告诉你说你要让长江和记全部退场，结果呢甚至把它去卖给了怎么样？出售给谁？大家知道美国的巴莱德。你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去控制，可是中国说没有关系哈，我们会受伤没有关系哈。这就是我觉得他们出招的厉害的地方。第一，隐性神秘最可怕，我要做什么你可能不知道。第二个很重要啊，他当然就是浅浅的做，缓稳。他很稳，他稳稳的来，他就开始做所谓的智慧策略。这时候他们当然一定经过思考，丢出这3招，巴拿马不怕才怪。所以我觉得，当你实力强的时候，这个国家要对抗这个他自己的对手，当对手对我不利的时候，他一定会更惨。好，所以看到中国大陆这3招哦，从经贸上来出招，3招可以说对于巴拿马来说刀刀见血哦。那么，所以呢，当然了，巴拿马现在看在眼里，要想办法来去缓解目前的状况了，在政治上面，在外交上面正式的来做出表态。最新消息来看到的是，上个月底，巴拿马的外长亲赴纽约了。这一次赶快去会见中国外长王毅哦。没过几天，巴拿马的总统就公开表示了说，我们还是有信心的，我们可以顶住来自于美国的压力，跟你中国大陆续签即将到期的海运协定。巴拿马也说，接下来会来维护中国大陆的这个权益哦，重申一个中国政策，立场不变。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要看美国的态度。因为巴拿马跟中国大陆经济关系非常的密切。巴拿马这个它的国民总生产呢，全部
巴拿马人口430万，但是全民总生产950亿，你看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额就到达128亿美元，比重非常的高。所以中国大陆在巴拿马对巴拿马来说是有这个商业利益、贸易利益。因为巴拿马最重要的，大家为什么都会记得巴拿马？巴拿马没有什么特别啊，但是就是因为它有战略咽喉巴拿马运河，这个就重要了，横跨两洋、大西洋跟太平洋，通通要经过这个，你会跑到这个南美洲阿根廷的麦哲伦海峡，绕了大半圈，绕一圈吗？时间成本、油料成本、运输成本都很高哎，那走巴拿马运河，也只有运河。尼加拉瓜运河为什么没办法开？那拉一拉之后算起来不敷成本，因为你开过去尼加拉瓜湖，然后再通过基本要连接两洋，这工程非常浩大哎，而且想要取代巴拿马运河还没那么简单，没那么单纯呢，还包括生态这一方面。所以今天巴拿马跟中国大陆是经济关系非常的密切。巴拿马卖给中国大陆卖农产品、卖烟草、卖牛肉过去，但是大部分的都是中国大陆粗糙顺差卖给巴拿马。中国大陆这些家电，我们知道轻工业的产品非常便宜，它为什么向美国买都贵？向中国大陆买便宜，那都跟中国大陆，所以才128亿美元呢，都是中国大陆贸易顺差，赚巴拿马的钱。那现在中国大陆在巴拿马又有这些我们讲到的巴拿马运河的投资跟营运，那就要看美国。中国大陆跟美国两个关系好的话，巴拿马 OK 没问题。当中国大陆跟美国关系不好的时候，美国会下巴拿马对巴拿马下手。我们知道那个在1989年，巴拿马总统诺瑞嘎被罢黜，所以美国有软的一手，有硬的一手。硬的时候他出军事，巴拿马是没有军队的国家，他就3万个警察是准军队，没有军队，美国就跟你来硬的，你怎么办？要么真的没办法，他比那个委内瑞拉、比古巴弱多了，没有军队的国家，所以美国来硬的就麻烦了。那美国用软的，很简单，那就跟中国大陆。我认为只要中国大陆跟美国关系好，巴拿马就 OK。美国如果要出手软硬的话，因为这是美国的后院，中国大陆是鞭长莫及，只能就商业上跟美国在那边做周旋。但是如果美国是派硬的过去，巴拿马还真的招架不住。所以美国的态度是巴拿马营运权的这个长江合计啊，这关键是操纵在中美关系的这种和睦度。那目前来看，因为习近平跟这个川普去访问，9月20号要过去相互的访问，关系还算不错，所以巴拿马在今年2026年过关没有问题。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持续要来关心到的是这一场，再来看到是美伊战事哦。没有协议也要抢浓缩铀哦。现在川普最后放手一搏，地面要来做硬闯吗？以色列则是说停火，但是呢照样轰黎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带观众朋友特别来请专家帮我们做解读。川普公开放话，美国不需要谈判也能够取得伊朗的浓缩铀，他甚至暗示说呢，可能动用军事手段的情况之下，但是美国真的会这样子做吗？会升级为地面战，派特种部队来做准备吗？第二件事情要来关心到是，一旦美伊他们发现了冲突之后，出现美军伤亡，这会不会成为川普他可以合法化发动战争的一个关键因素呢？这一场冲突是不是已经失控了？第三件事情，以色列、黎巴嫩已经同意要停火了，但是为什么呢？以军仍然是在黎南这边持续的做地面上面的行动攻击，甚至出现了非常多的伤亡哦。这种停火不停兵，究竟是战术的操作，还是他真的没有要停战的意愿？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有关于这个美伊谈判，其实一直的关键还是卡在有关于浓缩铀的一个问题。最核心的浓缩铀到现在，川普可以说是进退两难。于是呢，我们看到他最新向媒体出了一个狠话，他说美国根本不需要依赖谈判就能够掌握伊朗的浓缩铀，只要我们想这么做，现在就可以立刻取得伊朗的浓缩铀。他还说呢，伊朗的地下核设施已经遭到重创了，要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全世界就是2个国家做得到，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大陆做得到。
那么更关键的是呢，伊朗的浓缩铀，它因为大家知道它深埋在底下，而且地形非常的复杂，防卫又变得非常的严谨。美国要取得，现在说光空袭是绝对不够的，真的得派出地面部队。但问题来了，川普想要打，但是美国国内会让川普去打吗？因为我们知道呢，众院最新通过了是说要让伊朗撤军的相关表决。决定要不可以再对伊朗行动了。川普听到这个表决之后是非常的生气，他痛批这一项表决就是代表不爱国。那他也放狠话说，如果伊朗真的杀害美军人员，他就会考虑来重新开辟一个新战线。好，陷入两难的川普到底会不会奋力一搏，派地面部队来深入伊朗夺取浓缩铀？如果真的去打的话，他的挑战跟困难，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困难度蛮高的，要有几个条件形成，才能夺取在伊朗内部，尤其是他在德黑兰南部伊斯法罕的，埋在山洞这个山洞里面的这个浓缩铀。第一个要有制空权，制空权目前美国没问题，有制空权，但是后面就不行了。第一个主攻部队一定要有主攻部队，就进攻伊斯法罕，你要空降也可以，海军乱队上去也行。但是问题是，你这个主攻部队后续的战力如何是个问题。主攻部队还要有佯动部队，为什么？这个佯动是要做起底用的，还有一个牵制作战，你才可以。不能主攻部队，你万一伊朗大军集结怎么办？你要牵制住啊，要牵制作战啊，佯动要这边做袭扰，还有一个助攻部队要产的。这样子，这个战略展开并不是那么容易。那美国有没有办法面面俱到？你牵制作战、佯动作战、助攻部队，可不可以让主攻部队达到战略目的？问题出在这个地方。我认为美国遇到3个困难：第一个，后勤够不够？你后勤够不要打哦，打一打之后我弹药不够嘞。你后面的后继乏力耶，刚开始都一击奏效，好像这个军威浩荡啊，军事盛大啊，但你后面没有后勤不行哦。这个伊朗的面积那么大。它又是在战略中枢，又不在沿海，你可以快去快走。你不是，你会陷在泥淖怎么办？对不对？会不会变成阿富汗战争第2？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第2个，代价人要多大？你今天如果是有俘虏被抓，或者是这个海军陆战队或空降军，或者后续的美国陆军上去，你要多大的牺牲代价？川普不喜欢牺牲。那你这个川普就要考量，川普的思维就会比较保守。我有个牺牲被伊朗打的话，我就准备要发动战争。而且他对人命是很重视的。那第3个，美国绝对采取的是闪击战，快去快回，兵贵神速，未睹巧之久也。但是闪击战没有奏效，就变成持久战。持久战掉入泥淖当中，你有没有办法脱身？问题就来了，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砍掉去夺龙，美国有这个能力啦，但是你牺牲，就我刚才讲的，你要付出多大代价嘛？后勤够不够？好，它的战略运输部队要就位，战略运输，对不对？战略运输一定要到就位啊，你才可以啊。那这个包含这个陆军的空降师，还有陆军的部队、海军陆战队，还有空军的掌握整个战区的制空权，通通都要到位啊。美国有这个能力，我认为美国有这个能力啊，有，但是我认为这个代价太大，你要去考量到伊斯法罕是身在伊朗的心脏中心，你可以投入，但是撤退的困难度比投入的困难度来得高，美国就要评估这方面的代价跟风险。好，那同样的问题，聂老师又怎么看呢？尤其最近可以说这个美伊之间有非常多零星的冲突啦。我们看到不管是无人机啊，或者是说飞弹、港口、油轮被轰炸等等，很多都只是一些比较零星的冲突。但是有没有可能擦枪走火，进一步引发刚刚我们特别请教张将军的，有没有可能川普就说他要去夺这个浓缩铀？您又怎么看？为什么只有零星的冲突呢？因为川普没有办法打大的战争嘛。因为呢，他很想全面启动，因为他想要得到 achieve 他的 goal， 他的目标就是他一直喊出来浓缩铀，甚至于喊的飞弹，他现在你知道飞弹他就不谈，最早浓缩铀要拿到。当然后来有荷姆斯海峡的问题，川普想打啊，他不能。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很难啊，你跟人家在谈地面部队，根本就难上加难。之前不是要抢一个岛屿，要封锁他的那个石油设施，也是不可能啊，都是喊话。
他唬人的情境是比他实际能做到的高非常多，但是可能唬嘛、喊嘛、威吓嘛，所以我觉得非常难。难在哪里呢？各位想一下啊，去年呢，他在加拿大还在开 G7 会议，这一次在欧洲要开了哈，在6月11、18号的时候突然赶回去哦，他说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回去说我2个礼拜以内要打谁伊朗。结果他有一个午夜啊，在午夜重锤啊 ，GBU 57 3万磅的一个，他认为可以直接深入到地深处的那个弹，就把你打穿了，你就完蛋了。我跟你讲，我多厉害。结果呢 ，B2 轰炸机过去一炸，61公尺没有炸到。他说我炸到了，已经毁了。结果呢，全世界不知道，到底炸到哪里？因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这个核外泄的问题，所以他没有成功嘛，很清楚。这一次呢，他发觉有点难，他要用地面部队，不可能啊！我跟你讲，为什么难呢？第一个，他不敢啊，真的他去做的话，他必须要消耗掉多少他的军事实力，你知道吗？他还是要继续喊，你知道吗？你知道他从打战到4月7号到现在都是和谈，谈为什么要零星的打？因为他不能再大型的打击，因为不行也不能，不行的原因是因为1973年战争权利法已经限缩在黎根珍总统当时在不该出兵。该收缩又出兵在柬埔寨的时候的那件事情，造成人家说国会有力量封锁你三军统帅该行有的最高行使权，所以他这个三军统帅没有错啊，但是你现在还要打可以，你必须用所谓的为了防御的撤退行为等等才能打，所以他每次打人家都说我是为了防御，我是为了防御。因为他不行，他能不能呢？也不能，他其实可以能哦。他如果能量能够说服，就像我们的总统，如果说服国会，他要做什么都可以。他说不了国会，也就是参众议员，你说服不了，你就不能。为什么？国会已经看穿了，没办法全部同意啊。现在很多人反他，包括共和党都反他，所以他也不行呢。这个法案嘛，也不能呢，因为没有人支持他。那这个东西讲不好听，他自己要去做，他就不太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刚刚将军也讲到，这个国家伊朗也不是你随便可以惹的啊。这个国家你不要小看它，我们都搞错，其实它 GDP 也不低耶，它 GDP 这个 per capita GDP 随便也是东南亚国家的3倍4倍啊。这个国家有很深的波斯文化，你知道吗？只是在这个我们讲亚伯拉罕那个体系里面，在宗教里面认为真正的宗教是犹太教，是的以色列，它比较属于旁系的。可是人家也是一个正规的，非常奉承他们的宗教精神的。这个国家除了大之外啊，它总共大有多大？台湾的50倍，这样去想就好了，好不好？那就是这么大，160多万方公里，而且它的人口大概台湾的4.5倍大。我跟你讲，它的地形崎岖，当你要怎么打，你要怎么去找到？刚刚讲它深埋在地下，你怎么去把它找出来？要派多少的地面部队？这么大的国家，请问一下，你进去就算了，如无人之地吗？伊朗革命卫队不反对吗？你知道他之前我们这个很多的媒体都看到，伊朗现在1个月还在偷偷的做，为什么？他知道你美国还要动作我想跟你和谈，我也怕受伤。可是你要动作，我1个月还在生产1万个无人机啊，便宜嘛。我飞弹也做，他有付出他飞弹能力。反观美国的后勤制造已经出了问题啊！你真要挡人家的爱国者飞弹这么贵啊，动辄这400-500万美金，甚至高到600万美金，比较高级这个。好，你要知道这个问题就在美国的消耗战已经打到体无完肤啊。从某个角度是这样哦。当然，美国实力还是最强，军事实力还是最强，没话讲。他继续恐吓别人，绝对做得到，可以恐吓。可真打下去，他又受伤，打到最后他会发觉，打人家一定更惨，因为他实力的确强，他一定越更受伤，他根本就不要玩了。重点就在我刚看到一个好笑的东西，他说啊，最后要把这里面东西拿出来，世界只有2个国家，你就讲你美国干嘛去扯中国呢？很好笑，对不对？我觉得这问题就在他说只有我和中国做得到。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谈中国？因为我觉得他第一有求于中国，想要中国你是不是来帮我讲话？我需要你。第二个呢，讲嘛，他想趁此捧一下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已经给他了很大的感受，就是说你的筹码可能不比人家，捧一下。第三个，我觉得他怕中国，他发现中国真的是有实力，他做任何动作可能要提一下中国。很好玩吧？好，一边我们看到这个，虽然说美伊说在和谈啦，但是一边是这个零星冲突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另外一头同样是在中东战线，也是说在和谈了，但是为什么又同样又有一方持续的动手呢？另外一个和谈的地方就是在以色列跟黎巴嫩了。好，结果没有想到双方说要这个发布了联合声明，同意停止敌对行动之后，以色列竟然又在开火了。国防部长说他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地面军事行动，结果立刻
后来呢就是出动了他的无人机轰炸黎南的车辆，造成多人受伤，连这些联合国的人员也遭到炮击，造成了1死2伤。真主党气坏了，他就说呢，拒绝这一项停火协议，除非以色列领先全面撤出黎南。那厉将军怎么看？到底怎么回事？以色列跟黎巴嫩我认为是不可能停火的。这个现在讲停火，只是纳坦雅胡在糊弄川普而已。那你知道能不能够停火，必须由战场上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战况来做判断。那我现在将这个以色列在黎南地区的一个作战的实况跟各位观众做报告，你就知道说我讲说不可能停火，为什么？我们看一下我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以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是以色列的国境，是在这个地方以色列这是国境。那打了从3、4、5打了3个月以后，它推进的情况是这样的，往前面推进这个情形。那以色列现在兵力部署在这个地方来讲，它总共有6个旅的兵力，在这个地方只有1个旅，很明显的，它主攻是在右边右边打上去。那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打？这条河叫做利塔尼河。利塔尼河以南到以色列的这种国境这边距离是30公里左右，这边是海法。我们经常讲说，以色列要建立一个缓冲区，就是指利塔尼河以南这块区域，它要建立缓冲区。那为什么是30公里？第一个，它有河当做一个这个掩护阵地。第二个，30公里刚好是这个真主党火箭炮的射程，也就是说，我将你真主党全部赶在利塔尼河以北，你的火箭炮就打不到我的国境之内，所以它称为这个地方是一个这种缓冲区那现在来讲，以色列攻势到达什么位置呢？从这边攻势已经到了这个叫做博福特堡这是很重要一个战略要点。这边是葛兰高地，这边博福特堡。这个堡我看过你其实各位如果去 Google 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四周你就看到，它是这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包括到葛兰高地，包括到以色列，整个是制高点在这边，在这个地方四周都看得360度，四周都看得很清清楚楚的，是砍制的一个要点。那现在以色列大概在上个礼拜，它攻到了这个点，是战略的一个要点。它攻达这个点之后，你认为它会收手吗？我目的就是要控领整个黎南地区，以确保我以色列的这个北边的国境安全。那我已经打到一半，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收手呢？所以不可能。我认为以色列紧接着下来的行动，极可能就是一个左旋的攻击。怎么讲？我从这边打上去以后，沿着利塔尼河的这种两岸向这边扫荡过来，直接打到地中海以南，然后控领整个黎南地区。我觉得以色列它的野战战略，我讲的是野战战略目标，应该是如此。那他现在打到这边，你想他怎么可能停战下来？那之前不是所有仗都白打，所有牺牲都白牺牲。他打到这边，事实上他也付出很惨重的一个代价，因为黎巴嫩真主党这时候有一种无人机叫做光纤无人机，虽然说它的数量不多，一天大概只能用到10-20辆，但是我看到这个影片里面，这些飞手已经非常熟练了，它很精准的可以攻击以色列的梅卡瓦战车。那在这个地方进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知道3月底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以色列的这个付出很惨重的一个代价，总共被击灭了21辆坦克车，梅卡瓦战车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现在攻到这个地方，你认为以色列有可能就收手就停火吗？我觉得不可能。我认为他下一步是一个左旋的攻击，直接占领利塔尼河以南整个黎南地区，将这个地方的真主党全部肃清，然后以确保它这个边界的一个安全。我觉得这是他战略目标。好，谢谢将军。刚刚将军给我们看的是将军自己亲手绘的一个军事的战情图，那独家的消息也提供给大丹县的观众朋友。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军事消息，赶快带观众朋友来关心的是美军航母火烧再来就是海狼级的核潜舰撞山之后，一躺就躺了6年的时间。中国大陆的部分则是它出了一个新型的潜舰，已经悄悄下水。等一下带观众朋友来特别
带大家来看到这个是无帆罩的核潜舰，那么再来就是它的核潜舰正式的下水饺式的暴增。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美军的舰艇频频出包，那么中国大陆的部分潜舰则是在加速的下水。赶快来看到的是我们在3月份曾经讨论过说。全球最大的美军的航母福特号，在今年3月，当时他对伊朗发动的这场攻击的期间，爆发了这一场火灾。还记得当时美方怎么说吗？他说这个火势呢，其实已经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控制哦，那么战力也不受到影响。但是呢，最新消息是来自于 CNN 最新的报道透露取得的影片显示，火势比美军当时说的还要大太多了，造成的损害也同样大太多了。赶快来看一下当时的火烧最新画面。好，从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这场火烧造成了床铺烧到只剩下扭曲的金属架，天花板也遭到烈火吞噬，电线裸露垂挂，大量的灰烬是覆盖住整个舱内的地面。另外呢，根据统计，里面一共是600名官兵，他们失去原本他们铺位的这个使用权，因为全部都被烧掉了。那么有一位官兵，他特别去回复当时的现场，他说啊，当时我们不是在拼命的灭火，就是在等死。他觉得当时烧到这个船舰，恐怕很快就会完全的作废的。他当时是非常害怕、非常紧张的。CNN 的报道说，官兵花了将近30个小时的时间才扑灭火势，才稍稍的平息了这一场大火。再来，另外一艘出事的美军主力，则是在2021年，当时在南海撞上海底山脉的这一艘是海狼级的核潜舰康乃狄克号。康乃狄克号原本是在今年秋天就说呢，它可以重回战场，如今也确定了，它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修好，所以还会再延宕1年。等于说这一坏掉之后，一躺就躺了6年的时间。从照片上面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它的舰艇的舰首声纳罩严重的受损。国会当时说呢，我先拨你5000万美元来进行修复，但是根据外媒报道，这5000万美元只是修复其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而已。实际的金额是远远高于5000万美元的。填摆时间刚刚提到了，已经将近，接下来包括了这1年的延宕时间，会达到6年的时间，再加上福特号失火，那么美军一连串装备维修都出问题，到底是个案还是它整个军工体系、造船工业出现了问题？李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个美军不只是军工产业链出了问题哦，整个这个海军系统都出了问题。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做骄兵必败。2次世界大战之后，哦，美国可以说它的海军是横跨全世界来讲，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包括当初的这种，不管是英国、西班牙等这些国家，现在看起来，在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都不是美国对手哈。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就养成美军的海军哈骄兵必败。其实我们从几件事情看得出来，第一个就是这个福特号这次的失火，你知道这次失火，我觉得不是意外的因素，而是有很多因素叠加在一起才会造成这么大火灾。第一个是不是官兵情绪的问题？因为长期在海外部署没办法回家，那是不是有人为纵火的可能性？听说美军已经针对这个来实施调查。第二个是船上官兵的训练问题，发生一个洗衣房失火，应该很快可以灭得掉。那为什么让火势蔓延到这样子？可见的这个舰上的官兵训练体系整个都出了问题。你知道海军最怕的，舰艇最担心的就是失火，因为船上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除了说是有油料，航空母舰也一样有油料，它有航空用油，这个还有弹药等等，所以一旦发起火势来，你没有很快灭掉的话，其实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那除此之外，我们看到海狼号维修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问题。但是我觉得这2艘军舰出这些问题，还不是代表其他的。我再列举几项给各位了解。第一个，我们讲美军的滨海战斗舰这个滨海战斗舰从开始造舰出来到服役到现在，这个已经开始除役了已经开始除役，前后不到10年，它就开始除役了。可见当初的设计来讲，根本不能符合他作战的需求。他想要做一艘这个军舰来讲，可以担任各种任务，
可以这个组合式的替换。我要反潜的时候将反潜的装备装上去，我要防空将防空武器装上去。结果你一艘军舰，你想要百种用途，结果变成是没有一样可以用到，所以这艘军舰就除役了。第二个我讲一个就是朱姆瓦特号当初到这个最新型的这种巡洋舰上面摆了2门大炮，号称15吨公里，射程可以到达100多公里，这么远的火炮。结果那根本是大无当。现在他是怎么做？把这2门大炮拆掉了。这个他原来认为要这个可以担任暗轰的任务，但是现在根本就不可能有暗轰，所以他把这2门火炮也拆掉。可见当初他在设计这艘军舰的时候，他的设计他的构想就出了问题，所以现在才不得已将这2门大炮拆掉。我补充说一下，你知道这一发炮弹多少钱吗？将近100万美金，你怎么花得起这么多的钱去做这2门大炮？第三个我在讲，美国最新的一艘他们的护卫舰叫星座级，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原来规划要做6艘，结果做了2艘就停了，后面4艘就停下来了。可见从美军这个舰艇从开始设计到这个到真的是成军，才做到一半以后，才发现不符合预期，也不符合作战需求，在这仓仓惶惶之下，你就又把它取消掉，这等于说有一点这个非常的这种不切实际。最后我再讲一点，你知道美国现在这种教训还没有停止，他现在居然要设计川普号，大家都知道川普号，大家还没有做，大家就把它当作笑话。可是美军从之前学的教训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从其中得到教训。我觉得这种错误持续再犯下去，对美国海军来讲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个这种警钟了。好，这个是美国海军的部分，刚刚特别提到了嘛，整个军工体系，不管从设计到生产的成本到效率到它的整个管理跟设计都有非常大的问题。那另外一头我们要来看到，其实呢，在美军他忙着他在修复他的军舰的同时，大陆现在呢则是在造它的新型的这个潜舰。来看到这个是吴凡照的一个核潜舰。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小档案这边上面这个 CG 的是它的照片，它是吴凡照的设计，取消了传统有指挥塔，所以现在可以看起来从照片看它的线条其实更流畅的。但是也有一个说法，也因此它更难被侦测到嘛。等一下请张将军带我们看，长度大约是落在120公尺，它有 X 型的尾舵，可以提升它的水下机动力。再来，它强调是高速跟逆踪跟隐身等等的性能。我们再来讲一下中国大陆它造舰的速度近5年大约是15到20艘左右。那么预估呢，来自于美国国防部警告大陆已经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海军舰队，而且他认为他的潜舰部队到2030年预计可以到65艘以上。正在下水饺当中，引发美军的担忧。它的战力的部分，那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对这个095型的核子动力攻击潜舰来看的话，吴凡照它又在记录上又突破了。你看它有几个，第一个它是无轴棒推，无轴棒推是这个噪音非常的低，可能比海底下你可能测到海豚会讲，那个鲸鱼会说话那个声音，还有海浪海涌的声音都盖过它，你这个潜舰就不好抓了。它没有轴，它是环形的。一个环形电机来直接驱动，像我们看到那个这个章鱼嘴，它一喷，这个有没有？它喷出，它靠这个水无轴棒推，那个水就出来，不是那个大螺旋桨在那边搅，不是无轴棒的，这个技术上是突破的，没有轴，没有那种齿轮的声音，所以就很近，在水下很难去发现。你说那逆中，那是因为它的这个音频太低了，不好抓。第二个，大概潜到500公尺，哇，潜那么深，500公尺大概就是相当于50大气压，它要抗那个压，海压、水压压住它，它可以潜到500，那你怎么样去抓它？它跑那么深，又那么安静，然后它最重要的，我认为是它的武器，它比一般的鱼雷发射管一般是6个，336，它是4就是8个鱼雷发射管，表示说既然要出去外面执行任务，那火力再多一点吧，就8个。那你如果加备弹8个，28、16个鱼雷。还有垂发系统24个12，将来打鹰击18、鹰击21、鹰击82这种飞弹，鹰击80，我们讲到这个鹰击21可以打1000公里就反舰飞弹，从躲在水下发射，然后冲出水面之后对着那个目标就去了，可以打1000公里。那这样的话，是不是造成突击？你根本不知道哪边会突然冒出了一个飞弹跑出来，
从海里面，这个就是它垂发系统，全舰的。它这个最大，因为现在目前资料还没有非常的详细，我们就假设它是24个，最少是12了。那如果加备弹，你要备弹的就24嘛。那这样的话，是不是造成一种突击？大家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出现，而且它是核子动力的攻击潜舰，它根本不要浮出水面，全部靠全电力，然后里面又有自己的制氧机，然后直接在驱动。还有一个不要说的，它是 X 舵，我们平常是十字舵。有没有？不知道是平衡，它的 S 舵呢，静音在水下最佳流线，你又静音就不好发现。你看那一般都是十字形，我们也是十字形舵，美国也是十字形舵。你刚才看的海狼级十字形舵，但它是 X 型，在技术上又有一番推进。好，这个是它的新型的潜舰的战力的部分。那我们也来看到说，我们来假设一下未来10年好了，印太地区、中美有关于在这个海上的霸权的部分，聂老师要怎么看？海上霸权这个真的是此消彼长，大家非常看得清楚，黄金交叉正在上演当中。而且我必须这样讲哈，我们讲说，虽然西方媒体在讲嘛，甚至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都已经多次强调，全球现在最大规模的海军舰队是中国。你觉得他要去捧中国是中国最大吗？要灭自己之气吗？当然不是。非常清楚的，中国的舰艇部队真的很强。好，我们不要只看航空母舰，航空母舰你比上我们讲的航空母舰可以舰载这么多飞机的。比如尼米兹号，美国有10艘啊，怎么会少呢？福特号1艘可以放220个舰载机哦，有差吗？人家2017年就试航了，就下水啦。现在服役那么久了，当然福特号很多问题了，我们大家在讲，它从一出去以后就不断的回去维修，你知道吗？或许当时10年前的技术没那么好哈，所以它经常需要维修。当然，我刚刚讲军事世纪善换，把那个床都烧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好，那是软体部分。我们先讲硬体部分。我们来比较硬体的全球最大规模海军，我这样讲了，中国也不过3.5艘而已，不是这样吗？第一艘从乌克兰买了一个旧船，然后开始改造变辽宁号，但是就已经惊呆了全球，说中国有实力造船哦，没有多久自己自产了山东号。你觉得世界会怎么想？中国有实力自产 ，China Creation， 自我创新、自我创造，再来不得了，它突破所有的困境，做出更高档的电磁弹射。福建号一下水，2024年这个2024年一下水不得了，全球看到它的性能高档胜过了甚至尼米兹福特号的性能，这时候大家就觉得不得了，它的未来不一样。重点我不是只看航母哦。我现在要看着全部一个航母出去，旁边一定是一堆这个船群去的，比如有驱逐舰、有巡洋舰，巡洋舰很重要啊，它是一个在这个我们讲非常很重要的一个吨位大、火力又强的一个中间的海战的一个主力哦。这些一去的时候，你会发觉不输美国了。现在调查出来，中国有17艘巡洋舰，美国可能10艘，或者驱逐舰差不多吧，数量都是70多艘，中国的驱逐舰像这个055等的，它的火力之强之凶猛是超过大家想象的。好，我们再看别的，像这个，当然美国可能有所谓的2栖突击队，它用直升机啊，用海陆等等。各位去想想看，其他的护卫舰啊，或者其他，甚至刚刚讲到潜舰，又不得了。中国做潜舰，它要水上突击的话，我想到2030年，它到65艘。请问美国怎么做？我现在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在讲硬体后勤无力。我们从中国看，从基建看到中国大陆的制造实力，再看到它的军事后勤。美国呢，制造业空洞化，你要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把这样拉回来，好难哦。我这回想一下，15年前，当美国发现中国的基建，也就是我们讲 infrastructure 的高铁开始在2004提速的时候哦，到了2014年，它到处都有了高速公路，4纵4横8纵8横到渝新欧铁路，从这个我们讲这个从重庆新疆到这新都斯堡的11179公里，到我们从浙江这个义乌到这个英吉利海峡，不得了，到了伦敦12450公里，这么多的高铁，美国下到之后呢，他说我们也要盖，旧金山洛杉矶要盖一条，洛杉矶到那个我们常去嘛那个地方，常常在巴神那个这个奥莱去买东西，那就要到拉斯维加斯要盖一条，盖好了吗？10几年了，有吗？我跟你讲，美国现在喊是要回流，你看看嘛，这个黄金交叉已经产生了。我跟你讲，以后战争真的是不用打，看中国实力就知道，美国真的要怕嘛，所以所有东西都会提到中国。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
好，赶快来看到贸易战哦。现在呢，美国的豆农真的是被川普给害惨了。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因为不买美国的大豆，在去年的时候出口暴跌幅度高达了65%。没有想到，川普再升级他的关税战，这一次祭出的是301的关税条款哦，再掀起的是美国农场的倒闭潮。欢迎观众朋友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做互动。如果您认为说美国祭出301条款之后，大陆会很快的做出反制动作来做报复的话，留言写1。您如果认为这个中国大陆还会再持续的加强观察美国的动作的话，在留言区写下2，跟我们一起做更多的互动。尤其现在呢，美国的农业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生存性的国安危机了吗？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来自于美国农业部自己说的，而且他们直接提供了一个最新数据。他说呢，去年美国对中国大豆的出口额暴跌幅度较前一年暴跌了65%，那么前一年的时候还有247亿美元，到去年的时候只剩下84亿美元了。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大幅的降低购买美国的大豆，结果呢，美国农民非常的紧张。他们说呢，去年美国农场总数已经减少了大约是15000多家，现在已经降到只剩下186万家。农产的破产案件在去年高达了315件，比前一年暴增46%，所以在去年就可以看出农产的一个破产潮在美国正式的酝酿，已经够惨了。没有想到就在前几天而已，川普的关税战再升级哦。这一次他再次的祭出了301条款，大家还记得吗？前几天我们还在讲对中国大陆、巴西等等的国家课征高达12.5%的关税哦。美国的豆农这一次就更加的紧张了，他认为说，我们都已经引发了破产潮，这么惨了，为什么你还祭出301条款这个关税战？中国很可能再度的，因为你的301条款再进行反制啊。尤其是这一位是美国的大豆协会副主席，他直接提出了示警，他说301的调查可能会阻止接下来中美之间的谈判，甚至促使中国对美国大豆再加征更高的关税，收入减少了。但是啊，农民现在还要面对的是国内因为通膨的问题引发的成本高涨，包括了化肥、柴油、机械维修、贷款利息，全部都在涨。这时候农民的压力可以说是越来越大了。对于美国农民，他们会不会成为这一场中美之间的关税战最大的牺牲者呢？聂老师怎么看？好，我先来科普一个简单的东西：全世界到底大豆产生多少？3.6到3.9亿公吨。那么美国到底是占第几？美国第2名，蛮多的，30%，好，最高的时候到33%，也就是1亿公吨左右。当然最多是巴西阿根廷啊，巴西呢可以到38%左右。那么中国呢，只要你跟你美国友好，我可以向你美国买大豆，造成你的经济可以稍微复苏一些。那如果你对我不好，我就转到巴西啊，搞不好比你还便宜啊，之前是发生过啊。那你不是更惨吗？所以当然美国在这个方面就要对中国好一点，在贸易谈判上。所以我们知道3B 的问题，除了 Boeing 之外，第2个重要就是大豆嘛，第3个地方就是 beef。我们现在谈大豆，当然还有阿根廷等等那些这个中南美国家也是有生产大豆，而中国自己也有产啊，中国在产全世界的6%啊，也就是2000亿公吨，2000万公吨左右。好，那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各位去回想这几次中美在谈大豆到底多少量是美国要的，中国也要啊，你喝豆浆吃豆腐不是也要大豆吗？其实我们民生豆类对蛋白质很多啊，对我们身体也好，中国也需要。可是当我的意思说，它可以替代，有替代国可以买。现在重点是美国希望卖，它要卖多少最好，除以2。就美国生产的1亿公吨有1半卖给中国，就搞定5000万吨。各位去看他贸易谈判，每次都是砍半2500，这是美国说，那你2500，中国又再砍半1200万吨。你去看，每次都这样。所以每次谈，那当这个川普说，哎，我这次谈得很好，中国跟我谈得很好，他们要进1200，都是砍了1/4，每次这样。他们的上限是到5000万吨。几乎都没有达到，你知道吗？但是有买就不错了。现在重点来，当你中国你再对科有关，我再卡住你，你就出问题。我们不要说完了，我就在你已经受伤的美国的伤口上再撒盐。为什么呢？很简单，美国啊，他们有一个叫大票仓中西部，这票仓是谁的？就洪州啊。我们前阵子谈的不是艾欧瓦出现问题吗？产大豆的啊，伊利诺的产大豆的啊，明尼苏达产大豆的啊，印第安纳产大豆的啊。我跟你讲。
你再这样玩下去，说不好听，美国也不敢玩太多。他喊的时候一发现，哎，我一喊你又要对我，哎，他又会收手。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哦，就是这个川普或者川普所带领的美国要抑制中国的发展或者超越它，他会不断的动作。但是他在做动作的时候，他通常以为他可以达到一些效果，但他一感觉到对方会回击，甚至回击的时候会伤的比对方还重的时候，他又会收手。所以这个比例你会发觉很巧妙，就是美国一定会虚的表面对中国很好，哎呀，你应该怎样？哎，我跟你互惠，哎，你不要啊，我再让你一点，然后还不断的讲好话，私底下人砍就砍，人压又压，就这么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伤口撒盐，这是我讲，也就是如果川普再这样做，那中国真的是我觉得隐性的、稳健的用智慧施策，就有可能让美国可能会急速的受伤下去。受伤会不会加剧？因为我们实际刚刚看到实际数据，就是去年的美国的农产，它的破产案例将近50%，等于每2家农场就有1家是破产的。那现在川普又在技术301，对于中国的伤害可以说是伤口上撒盐吗？那厉将军怎么看？我们看这个数据在2024年，这个中国跟美国买的黄豆是247亿，2025年还有84亿。为什么还有84亿要跟他买呢？其实是在2025年的下半年的时候，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两个在釜山见了面之后，那时候习近平有松口愿意买，所以这84亿是去年下半年，等于说年底的时候才紧急跟他买了84亿不然的话，那如果说这个你美国的川普如果说关税政策一直坚持下去的话，那极可能这个不要说是1亿了连1粒黄豆都卖不出去所以说整个跌幅高达65.7%那美国后来采取什么政策？他采取对豆农实施补贴的政策他对豆农这个总共补贴了这个大概110亿到120亿美元。那你川普你又何苦来哉呢？你如果开放这个自由市场的话，那不是豆农很容易就去这个把东西卖出去，也不需要你政府来补贴。你说你搞到现在，是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自己不但要这个补贴这些豆农120亿美金那么多，甚至于更造成去年来讲，光豆农来讲损失就这个关门的破产就315件这么多。但是我觉得今年来讲的话，我觉得川普好像没有学到教训，他又重蹈覆辙第一个，他居然又搞了一个301条款来，那又要对中国寄出这个到底是多少%的税率，现在还不晓得了。对中国到底是12.5%还是10%，现在我目前这个数据还不晓得。可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你再对中国提出这种关税的制裁，那中国相对也会采取相对的报复的手段。那第一个受倒霉的就是这些豆农嘛。如果说中国不再跟你买黄豆，事实上去年中国已经从巴西甚至于中南美洲已经进口了很多黄豆。这些黄豆生意来讲是自由市场，就是说我如果不跟你美国买，我已经开始跟巴西买、跟阿根廷买的话，那会不会我建立了这个商业贸易的渠道之后，我就很容易之后来讲我就跟这边再继续买这些豆子，那就减少对美国豆农的采购。所以说，我认为豆农现在来讲，又同时面临的肥料价格的高涨，又面临的这种燃料价格的高涨现在如果川普自己再加征10%的关税，那对中国如果说提出相对的报复的关税手段，我觉得对美国豆农来讲的话是情何以堪。好，这一方面我们刚刚是提到，是因为中美之间的国际的这个贸易战引发的是美国农民的倒闭潮，甚至是失业潮。那另外一方面，美国受害的其实不只是自己的农民而已，是另外在国内因为 AI 的掀起引爆的是国内的 AI 人才的裁员潮。我们要来赶快看到是最新数据，美国科技业今年5月光是5月单月裁员人数高达38000多人，那创2024年8月以来最大规模。大家知道吗？今年光是前5个月，科技业累计裁员更是达到了12.3万多人，较去年同期暴增了65%。现在大陆也看到现在有这种 AI 裁员潮的问题了，所以呢，政府已经明定了禁止企业以导入 AI 为由进行降职或是裁员这一件事情。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不做技术性裁员，但是可以做技术性调整。这个 AI 的浪潮一过来，有很多当然都被机器所取代了。你以前校对要人工的校对有没有错？现在 AI 直接点上去哪边的文法不对，他马上告诉你哪个单字不对，马上告诉你，不用人了。
这个 AI 比人还精准。以后的这个 Uber 自驾，你不用驾驶，你过来人家输入你要去的那个车，无人车就跑着把你载到地方。低空经济，无人机就帮你取代了。以后送货那个机器人就帮你取代了。你在餐厅收盘子的，你往上一堆，这个机器人就把盘子堆到厨房去了，都是这样啊。以后 AI 就是这样。那中国大陆它不裁员啊？裁员，但我欲退不补，好不好？中国大陆的退休年纪，男生是63岁，女生是58岁就要退休。那等他退休了，我不补就好了嘛。现在所有人都留到嘛，你退了，这个人调到那个位置，那不是就自然消化了吗？所以它这个可以技术性调整，我认为这个不是问题。那现在这个 AI 呢，我认为挡不住所有人可以做的事情。我认为将来 AI 都可以来做。那 AI 原来从简单的开始嘛，现在先有简单嘛。那这些整个趋势我们来看，甚至在学校的那些维安，或者是将来的保全，那只要一个就可以啦，就是看那个整个荧幕，其他叫 AI 去看就行了。而且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工作，将来灭火或者这个是要去抢险 ，AI 去。那微爆弹 AI 去，人不要去，人有风险 ，AI 炸坏了手断了，就给他换个新的 AI 的手背就可以了，就是这样。所以我要认为整个趋势来看 ，AI 是逐步取代人力。比如说比较艰苦的护士，晚上的值大夜班，不要值大夜班，留一个就可以了。AI 去那边帮他量血压，AI 帮他端药，告诉你要吃药了，就这样。然后护士他们控制，真的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护士再来做处置，那整个人力是不是都精简？是，所以他认为这是趋势。